北约峰会将于9号起在美国华盛顿召开。此次峰会拟邀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4个亚太国家参加。日本共同社指4国可能将与北约构建合作机制，美其名曰打击所谓虚假信息。外界担忧这是北约进一步亚太化的又一突破口。 日本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相关人士称，日、韩、澳、新4国已经与北约展开协商，拟强化在虚假信息和网络安全等4个领域展开合作。在即将召开的北约峰会上，4国将达成一致。据悉，各方还将设立虚假信息应对磋商，首次会议将在日本举行。 根据北约已经公布的会议议程，即将在9号启动的北约峰会主要聚焦3大主题。除了传统的援乌、提高盟国防卫能力外，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合作也成为峰会关注的重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称，今年是北约第3度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领导人参加峰会，并公开宣称此举是为了应对中国、俄罗斯以及朝鲜的所谓威胁。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被统称为北约亚太4伙伴。2022年6月，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4个亚太国家领导人首次出席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去年7月，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同亚太4国领导人会晤。早在今年4月，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就已经透露，在军事威慑、信息交流和互操作性等领域，美国将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合作。 值得警惕的是，北约对中国的针对性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2019年，北约伦敦峰会首次将中国列入重要议题。到了2021年，中国被北约进一步定义为系统性挑战。次年，北约马德里峰会直接指责中国危害北约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 去年，北约维尔纽斯峰会更是毫不避讳地直接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和言论挑衅，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观察指出，当前北约亚太化进程正在加速。今年是北约成立75周年，深化伙伴关系是北约华盛顿峰会的重要议题。会前高调造势，有利于统一立场。此外，当前美国正不断深化印太战略，北约作为美国主导的军事集团，紧跟美国进军亚太是其必然选择。而此次北约峰会以美国为主场，对中国的抹黑只会多不会少。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钱宇明向深圳卫视表示，应对虚假信息是美国推动北约亚太化的抓手之一，未来并不排除其利用南海、台海等问题进一步拉拢亚太地区其他国家。AUKUS、QUAD 等等组织一同在亚太构建一个各种不同的主题的小圈子，互相嵌套的同盟体系，情报共享是 较为初级的一个、较为基础的军事方面的合作，这也预示了美国借助渲染大国对抗叙事，在亚太注入更多的不稳定性的这样一个举动，未来将会继续持续。深圳卫视注意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配合北约亚太化仪式上非常积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岸田3号透露，他在出席北约峰会后，还将访问德国，并与德国总理舒尔茨举行会晤。岸田表示，希望加强日本与北约的合作，并拓展日德之间的伙伴关系，以应对当前国际局势。 早在2008年，日本便成为北约9个全球伙伴之一。双方展开实质性安全合作始于安倍晋三任内。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日本则是借机强化与西方阵营的战略捆绑，积极同北约签署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提及网络防卫应对、太空安全保障等16个领域的合作，还明确自卫队将深度参与北约演习和联合行动，标志着日本与北约的安全合作大幅升级。 北约还试图在东京建立首个亚太地区联络处，谋求以日本为跳板，深度介入印太事务。今年1月，日本被爆出正与北约就设立一条用于共享敏感情报的专线进行磋商。如果专线成功设立，双方情报共享的效率将大幅提高。
如今，韩国也成为北约努力拉拢的对象。韩国总统尹锡悦上台后，积极抱紧美国大腿。美日韩在去年8月召开戴维营峰会，在中国周边建立起准同盟。此次尹锡悦也将高调前往华盛顿参加北约峰会，成为韩国首个连续3年参加峰会总统。据韩联社透露，尹锡悦将与捷克、瑞典、芬兰和挪威等多个北约成员国的首脑以及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举行多轮会谈。尹锡悦还将出席美国总统拜登为其准备的晚宴。不过，对于日本积极推动的美日韩首脑会议，这次可能不会在华盛顿上演。分析认为，拜登正忙于选举，美日韩峰会可能并非优先事项。韩国前外交与国家安全事务总统特别顾问文正仁表示，北约邀请澳、新、日、韩参加峰会，主要目的是包围和遏制中国。他批评尹锡悦政府积极向北约靠拢的做法，并表示北约应该处理北大西洋的事，而不是紧盯亚洲和东亚。朝鲜在上月底也曾警告美日韩不要在其周边搞亚太版北约。当时三国正在展开为期3天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虽然韩国方面立刻否认了亚洲版北约的说法，但可以预见的是，此次北约峰会积极拉拢日韩建立合作机制，必将激化半岛紧张局势。他们这种相互这种呼应呢，更多上呢还是一种政治上和外交上的相互的声援，但是他们在实际的这个所面的一个国际环境，他们实际所受的安全威胁方面是很不一样的。相比之下，澳大利亚的态度颇为微妙。澳总理阿尔巴尼斯以应对国内选举为由，放了北约峰会的鸽子。澳媒称，阿尔巴尼斯此次缺席北约峰会是史无前例的。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则表示，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率领的代表团代为出席。此前，阿尔巴尼斯曾2次出席北约峰会，但遭到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和前外长鲍勃卡尔的批评。他们认为，美国和欧洲国家不应插手亚太地区国家的问题。日韩澳新4国领导人再度获邀参加北约峰会。那么，一场北约国家的聚会与亚洲乃至大洋洲国家有什么关系呢？亚太版北约是否已经呼之欲出了？是的，同迪。自2022年6月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以来，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已经是连续3年获邀参加。大家可能会好奇，北约不是叫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吗？怎么把太平洋沿岸国家也带上了？在这里，我有必要将北约东扩的另一条暗线摆到明面上说了。不同于大家认知里的北约东扩，实际上在冷战结束以后的30多年时间里，北约不仅仅在欧洲实现了东扩，也事实上在亚太地区实现了扩张。2006年，时任美国驻北约大使纽兰首次提出了全球伙伴关系的概念，试图通过与日、韩、澳、新4国建立一种准北约成员国的联系机制，借此扩大北约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在2012年至2014年间，北约先后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签署了个别伙伴关系与合作计划。时间来到了2023年，北约又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将关系进一步升级为量身定制的合作伙伴项目。除了上述国家外，印度也被纳入了北约联合网络防御示范中心的架构之内。一段时间以来，亚太版小北约的说法在观念市场里很是流行，但我却觉得这个说法不够严谨。个人认为，正确的定义应该就是北约在所谓印太地区谋求东扩。无论是基于布鲁塞尔的欧洲版北约，还是基于岛链构筑阵地的印太版小北约，归根结底都是由同一颗大脑在操控的，那就是美国华盛顿。这可不是什么另起炉灶，而是典型的2条腿走路，一只脚踩在欧洲，另一只脚插足广袤的太平洋。如今在所谓印太地区发生的事情，让我有很重的既视感。我认为北约东扩的底层逻辑是基于海权博弈实现的。回看冷战以来的这30多年，北约东扩在欧洲实现的方式，一步一步的在海上收紧了套在俄罗斯脖子上的绳索。如今的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先后丧失了波罗的海、黑海的出海口，而随着部分北欧国家加入北约，巴伦支海这片冻海也已经不再安宁了。北约就是通过一步步压缩俄罗斯的海权，进而将压力由海向陆一步步的向地面传导的。某种程度上，我认为
俄乌冲突的爆发正是北约这种步步紧逼态势下引发的剧烈反弹。它以地面战争的方式呈现，那也只是因为俄罗斯已经无力养活一支能够怒海争锋的舰队了。顺着这个逻辑往东看，中国可没有俄罗斯那样的资源禀赋，对海权的依赖性是更高的。北约在所谓印太地区的东扩，也是从海上发起的，路径是一样的，那就是压缩中国的海权，威胁中国的海上生命线。所以诸位，谁说他们不想把绳索再一次套在中国的脖子上呢？不发展强大的海军，御敌于国门之外，怎么行呢？另一方面，要让北约真正实现在所谓印太地区的东扩，就得需要一个假想敌。美国作为盟主，又是如何将一众盟友统合在一起的呢？你说的很对，任何军事同盟的结成都需要一个很具有说服力的动机，可能是一个强大的外部敌人，如果没有，那就捏造一个假想敌出来。理论照进现实，即将在华盛顿召开的北约峰会将聚焦2个主题，一个是俄乌冲突，另一个则是所谓印太局势。摊开来说，就是北约正在试图在观念市场里塑造一个强大的假想敌，也就是所谓的中俄军事同盟。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还记得中俄2国是如何定义彼此双边关系的吗？今年5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中俄2国共同发表了在2国建交75周年之际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里面有一句话画龙点睛，是这么说的：双方指出，当前的中俄关系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模式，具有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性质。也就是说，中俄之间的双边关系根本不是军事同盟的关系。如果真有那么一个所谓的中俄军事同盟，那么你觉得北约总部还有可能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指手画脚吗？早就躲回华盛顿了。眼下，美国为首的北约正在国际舆论上捏造一个假象，所谓中国对俄罗斯进行了军事援助。如果仅仅是因为中国没有加入一些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的行列，就可以被认定为军援俄罗斯，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除了这些西方国家，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在所谓军援俄罗斯呢？这根本就是一个强盗逻辑嘛！还有更多的国家根本不认同列强们的这套强盗逻辑，因为他们也曾在历史上被欺辱过、被殖民统治过，而这些国家恰恰对于中国的崛起寄予厚望。他们与我们秉持同一个看法，那就是从来如此便是对的吗？人类值得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未来。中国就是立志于走一条不同于西方列强们扩张的道路，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全球同此凉热的公心。印度总理莫迪将于7月8号至9号访问俄罗斯，并与俄总统普京举行多种形式的会谈。印媒在莫迪启程前放风称，此访将加强印俄之间的合作。而国际舆论普遍关注的是，这是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莫迪首次访俄，也是2国领导人年度双边峰会之外的一次单独访问。那么他将与普京谈什么？为何这次访问令美西方紧盯？来看分析。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普京将与莫迪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小范围会谈，此外还将以扩大范围的形式举行会谈，双方代表团将共同参会。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希望2国领导人能够在非正式环境中进行交流。此前一天，印度外交部也公布了莫迪访俄的更多细节。Prime Minister is scheduled to arrive in Moscow in the late afternoon of 8th July. President Putin will host a private dinner for Honorable Prime Minister on the day of arrival. The next day, Honorable Prime Minister's interactions would include an interface with the Indian community in Russia. As part of programming elements, Prime Minister will also lay a wreath at the tomb of the unknown soldier in Kremlin, and thereafter Honorable Prime Minister will visit the Rosatom Pavilion at the exhibition venue in Moscow. 印度外交秘书夸特拉指出，莫迪与普京将在会谈中讨论包括国防、贸易、投资、能源合作等在内的2国所有合作领域的问题，还将对有相互利益的地区和全球事件分享彼此的看法。他还预告，2国领导人会议结束后，双方将签署一系列文件。
作为世界第3大原油消费国，印度是俄罗斯石油的主要买家，并长期依赖俄罗斯的军事装备供应。据熟悉情况的印度官员向彭博社透露，印俄两国领导人预计将讨论一系列问题，但不太可能达成突破性协议。该人士表示，双方将探讨的议程包括一项后勤供应协议，以加强印俄两军合作，重启关于联合开发第5代战斗机的讨论，以及核电合作。深圳卫视注意到，印度媒体在报道此次莫迪出访俄罗斯时，格外突出意义重大的表述。根据印度论坛报的说法，首先，这将是一次独立于两国领导人年度双边峰会之外的访问行程。其次，莫迪在不久前开始了自己的第3任总理任期，而普京也在今年成功连任俄罗斯总统。第三，这将是莫迪自2019年以来，也是乌克兰危机升级2年多来首次正式访俄，重续中断2年多的印俄首脑年度会晤。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莫迪而言，此次出访实际上是打破常规。在莫迪此前2次新任期伊始，首个正式出访国家往往选择的都是邻国。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莫迪政府的这一决定凸显了新德里对与莫斯科关系的重视。This comes as the U.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have been trying to isolate Russia. New Delhi is a traditional partner of Moscow in areas such as defense. It has repeatedly abstained on UN resolutions demanding an immediate withdrawal of Russian forces from Ukraine. 深圳卫视梳理发现，莫迪上次访问俄罗斯是在5年前，当时他前往弗拉迪沃斯托克参加第20次印俄年度峰会，而莫迪最近一次前往莫斯科是在2015年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普京最近一次与莫迪会面，则是于2022年9月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上。2021年，普京也曾前往新德里与莫迪举行会谈。第一个呢，是对俄罗斯的战略上的一个补偿。这补偿呢，就是因为莫迪政府呢，过去4年呢是非常亲美的，包括这个他第3任期刚刚开启之后，他又参加了 G7 的峰会，他又参加了在瑞士举行的这个乌克兰问题的会议啊。所以作为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平衡他必然要这个对于莫斯科进行访问做一个平衡。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从印度的传统的外交战略而言呢，这个俄罗斯一直是他最信任的这个战略伙伴。在面临越来越不确定的这个未来的情况下呢，对印度而言，跟俄罗斯的战略友谊呢就越来越显得重要。在外界看来，印俄之间的关系颇为微妙。俄乌冲突2年多以来，印度一直拒绝加入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并在金融领域助力俄罗斯冲破封锁。有印度高级官员表示，印度现在主要用阿联酋迪拉姆支付俄罗斯的石油。两国也找到了解决武器和其他商品支付系统僵局的办法。该官员补充，印度的做法使得俄罗斯企业在印度的账户上积累了价值多达80亿美元的印度卢比，却无法使用。而根据协议，俄罗斯利用这些资金投资印度企业，购买更多的电子产品、药品、农业工具和纺织品。不过，从新德里的角度来看，双方的商业关系仍不平衡。印度每年进口约600亿美元，而俄罗斯从印度购买的商品不到50亿美元。因此，在本币结算、能源合作中，两国将如何就具体问题进行沟通，是此次莫迪与普京接触的一大看点。另一方面，印度仍高度依赖俄罗斯出口的武器和武器备件。就在莫迪访俄前夕，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下属俄国防产品出口公司4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已安排在印度生产芒果坦克破甲弹，口径125毫米的芒果炮弹用于 T72 和 T90 坦克火炮。印度陆军接装了这2种坦克的各种改进型。俄技术集团总裁切梅佐夫指出，俄罗斯弹药在印度的生产本地化程度未来将进一步提高。近几年来，印度在俄乌战事中可谓是大发了一把俄罗斯的国难财，不仅自己采购了大量的俄罗斯廉价油气，甚至还将从俄罗斯进口的油气资源
转手就高价倒卖给了一些西方国家。外界注意到，美西方舆论紧盯莫迪此次访俄。尽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此前表示不评论此事，但在莫迪出发之前，《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主流媒体纷纷发文关注。报道中还不忘提醒，印度是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重要支柱。彭博社指出，上月莫迪赴意大利出席七国集团会议，如今又将在莫斯科会见普京，这是印度两面下注战略的一部分。我觉得最大的突破呢，实际上是印度呢，在美俄之间的平衡上迈出了一个很大的突破啊，就是呢，这个天平呢向俄罗斯这边呢稍微靠一靠啊，这个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姿态，所以这个姿态呢对美国而言，对欧洲而言呢都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冲击。有观察认为，莫迪此访正是为了平衡大国关系，特别是在特朗普或将再次上台的前景下，乌克兰危机、美俄关系可能出现质变，印度需要提前修正外交布局，以免对自身利益形成冲击。莫迪这次跟俄罗斯走近，其真正的目的并不是真的要倒向俄罗斯，而是要利用印俄关系这个杠杆来撬动美印关系，或者说是为了在美印俄这个三角恋当中让美国吃醋，从而拿出更多的诚意，带着更多的厚礼来追求印度。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马苏德·佩泽西奇扬，祝贺他当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伊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建交半个多世纪以来，双边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面对纷繁复杂的地区和国际形势，中伊始终相互支持、同舟共济，不断巩固战略互信，稳步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并就地区和国际事务保持良好沟通和协调，既造福了中伊人民，也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我高度重视中伊关系发展，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引领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纵深推进。好，经过2轮选举，佩泽西奇扬成功当选新一任伊朗总统。面对多位保守派对手的包围，作为本次选举中唯一一位改革派候选人，佩泽西奇扬为何能够脱颖而出？他的当选又将对伊朗外交政策产生什么影响？来看报道。当地时间6号，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数据，在此前一天举行的第2轮总统选举投票中，前卫生部长佩泽西奇扬获得约1630万张选票，而前首席核谈判代表贾利利获得约1350万张选票。佩泽西奇扬以巨大优势赢得本次选举。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向当选总统佩泽西奇扬发出贺信。佩泽西奇扬当天发表讲话称，当前形势严峻，政府面临艰巨任务，他将在国家治理中倾听不同声音，促进对话，寻求共识，并将同伊朗议会和司法部门合作，消除在国家治理问题上的分歧。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很多选民表达了对新总统的期待，希望他能够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发展，减少制裁带来的负面影响。دوست داریم که تعامل باشه اون که کشور ما توی جامعه جهانی پذیرفته بشه حرف برای گفتن داشته باشه و بتونه تعامل خیلی مثبت و موثر رو با همه کشورها داشته باشه。伊朗总统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可连任1届。因总统莱西在5月的直升机坠毁事故中遇难，原定2025年举行的伊朗第14届总统选举不得不提前举行。6月28号的第1轮投票中，佩泽西奇扬以42.4%的得票率在5名候选人中排名第1，但因未达50%，必须与排名第2的贾利利进行第2轮对决。贾利利在上世纪80年代参加过2伊战争，并在战争中失去了右腿，被授予“活着的烈士”称号。舆论普遍认为，长达8年的惨痛战争经历塑造了贾利利的世界观，较多聚焦美西方对伊朗的强硬态度。而佩泽西奇扬现年69岁，曾是一名心脏外科医生。作为军医，同样参加过2伊战争。此后，他先后担任伊朗卫生部长、伊朗议会第1副议长等职务。佩泽西奇扬被认为是本次伊朗总统选举中唯一的改革派候选人，得到了改革派阵营包括前总统哈塔米、鲁哈尼等在内重要政治家的全力支持。前外长扎里夫线上线下全力为他造势。
扎里夫被认为是伊朗核协议文本撰写的关键人物，这份协议一度获得了美西方认可，直至被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撕毁。有分析指出，佩泽西奇扬的早期经历奠定了其温和坚韧的形象基础，而这些曾在推动解决伊核问题过程中做出贡献的重量级人物，把改革派阵营团结了起来。此外，受美西方制裁影响，伊朗货币贬值，通胀严重，失业率高企，经济面临困难。在此背景下，改革派的佩泽西奇扬提出与保守派截然不同的施政计划，使伊朗民众对改革派产生更高期待。برداشتن تحریما میتونه جزء اولویت‌ها از همه دوست دارن برداشته بشه ولی نه اینکه عجله کنیم برای برداشتن تحریم خیلی چیزا رو از دست بدیم. مهمترین هدف از تحریم اینه که زندگی مردم بهبود پیدا کنه. اگه میتونن تو مذاکرات اینو به دست بیارن این امتیاز خیلی خوبیه به نظرم. 按照伊朗宪法，选举结果得到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确认后，哈梅内伊会向佩泽西奇扬颁发总统任职证书，他将前往议会宣誓就职。新总统需在就职的2周后向议会提交新内阁成员名单，经议会审查和表决后，最终组成新一届伊朗政府。可以肯定的是，佩泽西奇扬上任后将面对一系列内政外交挑战。内政方面，近年来美国制裁等因素对伊朗经济增长构成较大影响。尽管过去多任伊朗政府都采取过各种政策，试图抑制通胀、稳定币值，但伊朗的通胀率依旧常年在2位数徘徊。5月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伊朗通胀率为37%，同比下降12.1个百分点，为2021年以来最低水平。但这仍远高于2015年伊朗核问题最终协议达成后的水平。总统呢，在最高领袖的带领下来主持工作，实际上扮演了一种总理的角色。他的主要的任务是内政和外交。佩泽什基安作为改革派的代表，主张呢融入西方，和西方改善关系，和西方进行对话，来为国内经济的发展营造更好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伊朗的很多内政问题又与外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佩泽西奇扬当选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政府对伊朗的强硬政策不会改变，制裁也不会取消。美方认为此次选举既不自由也不公平。深圳卫视注意到，就在伊朗此次选举首轮投票前夕，美国国务院宣布对参与伊朗石油和石化贸易的实体和船只进行制裁。此外，美伊关系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大选影响。如果特朗普获胜，预计他将延续极限施压政策，这意味着无论谁担任伊朗总统，美伊关系都难有转圜余地。美国特朗普总统呢，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造成了当前伊核问题持久的久突不决。即使伊朗有改善和西方的关系的意愿，那么西方也不一定愿意跟伊朗的改善关系。在前总统莱西罹难后，伊朗政府多位高级官员已经表示，该国未来的政策方向不会发生重大改变。实际上，正如德黑兰大学法政学院国际关系专业教授穆萨维所分析的，伊朗的外交政策，尤其是重要的战略外交政策，不会因为总统的变化而发生太大变化。它主要由伊朗最高领袖制定，而哈梅内伊大概率还是以寻求地区局势保持稳定为首要目标。当地时间7号，法国国民议会选举进行第2轮投票，来自多个政党的1000多名候选人将角逐577个席位中的501个。由于法国总统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联盟和左翼联盟联手，民意调查预测及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无法在投票中获得绝对多数。那么，法国大概率会陷入混乱的悬浮议会。法国国民议会第2轮投票于当地时间7号早8点开始，初步结果预计将于当天晚些时候公布。Oui, parce que je pense que l'enjeu est extrêmement important et je m'inquiète beaucoup de l'avenir de la France et du monde. Et c'est pour ça que je vote. J'ai toujours voté aussi en France et je continue de le faire ici. Et je prends ça très sérieusement. 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在首轮选举中取得历史性胜利，引发民众担忧，法国将诞生自2战以来的首个极右翼政府。连日来，多个反右翼组织在巴黎游行示威，当地治安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内政部长达尔马宁宣布增派3万名警察，以确保极左派和极右派都不会制造混乱。他还透露，在不到3周的竞选活动中，已有51名候选人、议员及活动人士遭到人身攻击。按照选举规则，法国划为577个选区，对应国民议会577个席位。选举采取2轮投票制，在6月30号举行的首轮投票已选出76席，其中超过一半被国民联盟及其盟友拿下。法国总统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联盟只取得2席。7号的第2轮投票将选出剩下的501席。有分析指，马克龙提前举行国民议会选举这一举措似乎适得其反，不但没有巩固其中间派联盟的权利，反而让勒庞的极右翼国民联盟在首轮投票中赢得了最多席位。国民议会选举呢，很大程度上就是决定法国国民议会里的这个政治权力的这个政党的这个格局哈。传统的主流政党解决不了民生问题，选民投票给极端势力、极端政党。极端政党就是极右翼，也包括极左翼，但欧洲目前主要是极右翼啊，所以极右翼势力不论在欧洲其他国家还在欧洲，在法国它的力量上升，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为阻止国民联盟掌权，中间派阵营和左翼联盟达成协议，战略性的撤回候选人，让勒庞阵营达不到绝对多数。据法国报纸《世界报》统计，截至目前，约有218名有资格参加第2轮选举的候选人退选，其中130人来自左翼，82人来自中间派联盟。而最新的民调显示，这一策略正在起效。民意调查公司易普所的一项调查显示，国民联盟预计获得175至205个席位，远不到赢得绝对多数席位所需的289席。左翼联盟预计将获得145至175个席位，而马克龙的中间派阵营在一起有望拿下118至148个席位。分析指，出现候选人大面积退选的情况本身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法国中左翼的不少政客在本周初已呼吁再度奉行过往组建共和阵线的做法，即在某一席位竞争中排名第3的候选人自愿退出竞选，并敦促其支持者转投另一位非极右翼的候选人，以全力狙击国民联盟。第2轮就是核心的最终决定命运的时候，决定法国人下一步这个什么政府在台上，涉及到法国很多政策。所以这个有些议员为什么你刚才讲的说退出去了，他就是为了不能让极右翼国民联盟轻易的赢得大选。按照当前趋势，法国出现悬浮议会及无多数议会的概率非常高。选举后将出现一段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时期。法新社称，悬浮议会将使法国陷入政治困境，并削弱其国际地位。法国媒体称，鉴于马克龙上月意外决定解散国民议会所引发的政治动荡，似乎注定将带来长期的后遗症。这促使一些欧洲企业界高管在法国南部的一场会议上表达了他们对该国未来商业环境的担忧，因为一个悬浮的议会将使法国更难解决其不断膨胀的预算赤字问题，并最终终结马克龙过去数年的亲商改革计划。需要指出的是，此次议会选举无论投票结果如何，马克龙都将留任至2027年，但他可能面临换掉总理的压力。根据法国的法律，由于总理可能会面临议会的不信任投票，如果议会中的多数议员对政府投了不信任票，总理将会被撤职。因此，实际操作中，总理基本会来自国民议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党派或联盟。法国现任总理阿塔尔现年34岁，是该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理。法国媒体普遍认为阿塔尔表现出色，如果能够继续担任总理，可能会超越马克龙的第1任总理菲利普，成为亲欧改革派中间派领导层的热门人选。但现实却是，由于国民联盟在议会中的领先优势，总理一职很可能要换成勒庞阵营呼声最高的巴尔代拉。
28岁的巴尔代拉是勒庞的门徒，在巴黎东北部郊区长大，是一位意大利移民后代。16岁时就已经加入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青年翼。大学毕业后继续为该党工作。他在2017年至2021年间担任欧洲议会议员。2022年被勒庞任命为国民联盟主席。民意调查显示，巴尔代拉特别受法国年轻人欢迎。但巴尔代拉曾表示，如果不能在议会577个席位中获得绝对多数，他将不会执政。不过，鉴于当前选情发展的最新变化，勒庞在被问及在未能赢得议会绝对多数席位的情况下，是否会组建政府时，态度发生了180度转变，改口称将寻求与其他政党合作组建新的法国政府。因此，法国总理究竟由谁来当，仍是一个悬念。这取决于这次最后大选的结果啊，究竟是如果国民联盟取得胜利的话，那就是国民联盟主阁了啊，那就是28岁的这个国民联盟的这个党首，他就成了下一任法国总理了啊。所以，如果说是还能由复兴欧洲来主阁的话啊，这个就看马克龙下一步他怎么总结这次选举的经验和教训啊，来确定新一届政府的组成了。法国议会选举开始第2轮投票，极右党国民联盟能否获得绝对多数而组建该国首个极右翼政府，成为西方社会的共同担忧。您怎么看法国选举呢？主持人好，这次法国议会选举是在慌忙中进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呢，极右政党国民联盟大胜，总统马克龙的政党复兴党沦为第3名。于是呢，马克龙进行政治豪赌，试图通过议会选举来证明在法国政坛的地位和民意支持。无独有偶，美国、英国和法国呢都在进行政治豪赌。拜登提前与特朗普电视辩论，结果呢翻车了。他能否代表民主党出战总统大选，现在呢仍然是问号。英国首相苏纳克已经赌输了，他呢提前宣布大选，结果保守党输得只剩下底裤，1半多的内阁大臣都没选上。今天呢是马克龙的大考，他宣布提前进行议会选举，胜算呢是不可能的，只好看书面是大是小。根据投票前的最后一次民调显示啊，极右党国民联盟将获得170到210个席位，紧随其后的是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预计呢获得155到185席。马克龙的中间排位第3。大概呢能获得120到150个席位。按照法国的政治规矩，这议会选举中得票最多的政党牵头组建政府，担任总理。极右党阵营领导人国民联盟党魁勒庞在投票前宣称，他的目标呢是由他的政党担任全体法国人民的总理。不过呢，国民联盟的推出的总理候选人28岁的巴尔代拉释放出不同的信号，说呀，国民联盟达不到绝对多数，他不会担任总理。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的野心是在2027年总统大选中争取上位。那么，为了减少政治污点，国民联盟即便成了议会最大党派，也可能呢不出任总理。要知道呢，只要你执政参与政府管理，就不可避免的会留下污点和过错。所以呢，现在还无法确定下一届法国政府如何组建。更大的可能是由左翼联盟和马克龙的复兴党来组建联合政府，法国议会将陷入僵局，或者称作是悬浮议会。3大政治势力旗鼓相当，没有明确的执政多数，而且彼此间呢是充满矛盾。政府呢要推动法律和相关政策几乎很难，这可能呢使法国成为一个难以治理的国家，导致法国的政策陷入瘫痪，直到2027年马克龙总统任期结束。欧洲人听到极右党似乎总是很抵触啊，看作是危险品。但同时呢，欧洲的极右党又在不断的壮大。比如说，像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极右党就已经掌权了。那对此您怎么看呢？欧洲人呢之所以反感甚至是抵制极右党，与历史相关联。2战前后的极右党多指法西斯，此后呢，欧美对法西斯的清算比较彻底，所以呢，极右党不是一个好词，常常与极端主义、种族主义、恶棍流氓相联系。但是现在的极右党呢，与以前的极右党已经很不相同了。比如说，法国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就在竭力的摆脱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为了摆脱坏名声，他把自己的父亲呢开除出党，
试图穿上优雅的对主流友好的外衣。欧洲的极右党有几个共同的特征：一呢是比较强调民族国家的地位，不愿意把权力让渡给国际组织。因此呢，欧洲的极右党对欧盟、北约都不太感冒，认为掳走了部分的国家权力，认为法国法律应该优先于欧盟规则。二是对移民呢不太友好，甚至采取限制和排斥立场，反对双重国籍，反对按照出生地来确定国籍。他们喜欢说法国是法国人的法国，这样带有民粹色彩的话，努力呢把种族主义掩饰起来。三是反对同性恋，允许反堕胎活动。四呢是在经济上采取激进措施，但是呢更少一些意识形态色彩，愿意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国家进行务实合作。五呢是或多或少有否认大屠杀的倾向，有反犹太主义色彩。无论在法国还是在意大利，经济问题呢常常成为极右政党攻击中偏左或者中偏右执政党的工具，尤其呢是高通胀、低增长、就业不充分、贫富分化拉大，成为极右党攻击政府的把柄。因此呀，在民间呢它是有一定的号召力，得到了比较广泛的民意支持。极右党掌权以后有所改变，比如说意大利总理梅罗尼当政以后，与欧盟和北约呢进行合作，而不是反对他们。西方社会呢担心勒庞的国民联盟掌权，主要是法国的经济体量和国际发言权都比意大利要强很多。法国对欧盟的依赖也远低于意大利等欧洲中小国家。要是勒庞的国民联盟掌权，并且采取激进政策，那么对西方的主要议程，比如说援乌抗俄、北约团结、大西洋两岸关系，都可能产生巨大的冲击。法国呢是欧盟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是欧盟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北约的重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成员。这个极右党呢不断做大，甚至有望掌权，都可能给法国、欧盟和西方带来政治不确定性。加上呀，奉行美国第一的特朗普可能在美国大选中胜出，使得美欧关系、北约签成、乌克兰危机、东西方关系都变得扑朔迷离、动荡不安。第12届世界和平论坛7号在北京闭幕，为期3天的会期中，聚集多名外国前政要、400多位驻华外交使节以及智库学者。与会各方深入讨论了加剧的地区冲突、中美关系在美国大选背景下的变化，以及人工智能的全球监管等焦点议题。来看深圳卫视驻京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第12届世界和平论坛来到第3天，从早上9点持续到下午6点多，召开了11场小组讨论和2场大会，议程更为紧凑，交流热度不减。第1场旧金山峰会后的中美关系小组讨论在全场最大的会议室举行，仍然座无虚席。与会者表达了对中美军事高层恢复对话、两国加强人工智能合作的赞许，同时表达了对美国在台湾问题等方面动作频频的担忧，还前瞻了美国大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不少嘉宾表示，中美关系已有稳定因素，同时存在一些挑战，期待两国之间减少误判，包容互惠。与会学者认为，当前正值美国大选年，在拜登民调落后的情况下，不排除其加大打中国牌的力度，尤其是放大对所谓中国威胁的炒作，增加两国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在未来这个半年的时间里面，从中方的角度来说，美方做一些负面的动作、政策，这个都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但我们不希望它特别的大、特别的突然。美方可能也有同样类似的想法。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向深圳卫视记者表示，如果拜登在大选中获胜，美方当前在技术上打压、经济上搞去风险、军事上加强威慑、外交上拉拢盟友围堵的整体对华政策仍将延续，但在台海等议题上会相对谨慎。而一旦特朗普再次当选，除了两国经贸关系势必遭受到巨大冲击以外，其挑选的极端鹰派国家安全团队或进一步激化台海局势。我觉得只要美国对中国的基本的战略定位不变，还有它的对华战略不变，那么这种中美关系这个剧烈波动，甚至这个产生冲突风险这样一种状况就会继续下去。所以呢，这个中美关系的波动性，和它的风险性，会是双边关系的一个常态。
这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的政策来决定的。本届世界和平论坛也高度关注地区局势，在主题为展现大国维护和平与安全的责任担当的大会上，多位嘉宾一致认为，大国的核心要义是维护和平。We are not facing just one crisis. It's a constellation of various crises. I think that it's very important to restore trust among major powers. It's important to start reforming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And we also have to address the problems which we ignored for a very long period of time. 一直以来，地缘政治因素和复杂的政治、市场、技术逻辑之间的分歧，制约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进程。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也给国际局势增加了更多不可控因素。在本届论坛上，与会嘉宾认为，美国采取的小院高墙的政策，就是要在数字技术方面压制中国，为减少潜在风险。面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挑战，国际社会需要达成共识，制定共同的治理原则，以确保科技进步不会威胁到全球安全与稳定，就是把一些最危险的东西排除掉，大概这个是目前能做的。正面的东西呢，现在 AI 是涉及到未来各国军事经济竞争的一个核心技术，所以大家都很担心，在对话当中，对方想阻止或者说放缓本方的发展。这个疑虑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前高级外交官董云长则相应表示，美国正在努力达成最低共识，即不让任何人工智能参与涉及发射核武器的决策。他同时强调，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还有更多共同面对的挑战，值得进行更深入、更密集的对话。Because there's so many aspects of AI safety, security, potential threats, etc. I think we need to focus in and talk among the two countries that have the most advanced AI sectors to make sure that we understand what all of those issues are and how we're approaching them.